玩家反感的不是多付钱，而是付钱后得到的体验与预期严重不符。大多数全价游戏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品质，它们大部分都很平庸。价格从来都是最敏感的市场信号。当游戏公司决定提高价格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豪赌。他们在赌玩家对游戏的热情能够超越经济上的理性。价格的上涨不应该是商家转嫁风险到玩家头上的工具，而应该是在他做出更多更好玩游戏之后的自然结果。当美国的关税大棒挥向全球，所有的主流媒体和很多自媒体都把任天堂带头涨价归咎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但这根本就是借机甩锅的一派胡言。因为数字版根本就没有关税，但也还是涨价了。而且任天堂的发布会是在关税上涨的前一天，只有美国地区的延迟预售才是关税导致的，而且这很有可能导致北美的实体版游戏进一步上涨到$90，游戏机也有可能变得更贵。然而在这场关于游戏定价的讨论中，许多关键因素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开发成本上升就能够解释的，更不能用关税二字就妄下结论。这是一场关乎行业生态、玩家信任和市场未来的重要转折点。游戏价格的上涨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的。当我们回溯游戏行业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价格上涨与其他行业现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发成本确实在不断的提升，3A 游戏的制作预算从几千万美元跃升至几亿美元已经不算罕见，营销费用水涨船高，顶级游戏的推广预算甚至能够超越好莱坞的大片。更不用说持续多年的芯片短缺、全球供应链问题带来的硬件成本上升。但这些表面因素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行业困境，那就是游戏公司持续增长的病态追求。当股东们习惯了每年2位数的营收增长，当上市公司需要不断的刷新营收记录来维持股价，涨价就成了最直接的解决方案。问题是这种增长能否一直保持可持续性？当游戏的价格触及玩家承受能力的临界点时，整个行业将面临怎样的反噬呢？ Oh God, please no, n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Nice。价格这个东西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它承载着复杂的心理效应。60美元到70美元的跃升已经让不少玩家开始三思而后行，而80美元的门槛则可能彻底改变大众的购买习惯。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商品的价格存在关键的心理门槛，当这个价格超过了某个界限，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呈现断崖式的下跌。80美元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临界点。当一款游戏的价格相当于普通人1周的食物开销，玩家自然而然的会变得极度的谨慎，冲动消费将大幅的减少，等待打折将会成为常态。而这对依赖首发销量的传统游戏商业模式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更危险的是，高价会极大的提升玩家的期待值。花80美元购买的玩家会理所当然的要求完美无瑕的体验，任何游戏存在的瑕疵都会被这个价格无限的放大。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被辜负的期待会迅速演变成口碑灾难，进一步的抑制潜在的购买。你能想象像《龙腾世纪影杖守护者》这样的游戏，在已经充满 DEI 争议的情况下，首发的时候卖你80美元吗？我想这将进一步的导致其销量和口碑暴跌到一个新的纪录。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拒绝正视涨价对普通玩家的影响。游戏开发者、游戏媒体，还有一小部分的公司粉，不断的用各种数据来证明涨价的合理性，把通货膨胀和游戏公司也要挣钱当作万用的理由。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几十年前的货币购买力有多强，而在于现在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生活成本的涨幅。当人们看着自己的收入能买的游戏越来越少，而这些游戏公司和他们的公司粉只会冷冷的让我们接受现实的时候，这种态度自然而然会引起愤怒。
当普通玩家的困境被轻描淡写，甚至被指责为小题大做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被忽视甚至愤怒了。因为这些游戏大厂似乎根本听不到这些玩家的声音，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全球游戏市场的多样性使价格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北美、西欧等发达地区，$80或许只是让人们皱一下眉头的数字，但是在巴西、印度、东南亚这些市场，这个价格可能是当地人月收入的1/10甚至更多。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讨论过任天堂涨价，有的人会说日版港版没有涨多少，那么我请问你，没有涨多少，是不是它也涨价了呢？对于某些玩家来说可能不算多，但你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有太多的人同样热爱游戏，但上涨的价格就会超过他们对游戏价格的心理上限门槛，从而让他们选择不买而不是冲首发。而那些销量大爆的游戏，购买人群当中的绝大多数玩家都不是那种相对富裕的玩家，而是收入一般的普通玩家。还有人说游戏卡带或者光盘会因为市场的规律而降价，但我想说的是，如果商家把基础定价提上去了，无论你买的是日版、美版、行货，甚至是二手，你只要是在地球上买的实体游戏，这些渠道的价格都会相应的增长。打个比方，如果你原来只需要花200块钱就能买到的二手光盘和卡带，现在在涨价之后，你可能就需要花250块钱才能买到了。之前各大游戏厂商的 CEO 一直都在说涨价，我一直以为涨价会是 GTA 6才开始，没想到是任天堂带头。这确实让我出乎意料，任天堂的游戏定价还是有分区定价的，在这一点上我给予肯定。因为很多其他的游戏公司采用的是全球统一的定价策略，实际上这种行为是将大批前面提到的新兴市场的玩家拒之门外，尤其是那些在汇率转换之后收入较低的国家。而这将导致什么情况发生呢？这些被价格挡在门外的玩家不会凭空消失，他们会转向盗版、二手市场，甚至是免费游戏，而这些正是游戏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讽刺的是，许多游戏公司一边抱怨新兴市场盗版的猖獗，一边却拒绝实施合理的区域定价政策。比如动视暴雪的《使命召唤》系列，《黑色行动6》在国区这种相对低价的地方，竟然要卖到488元的天价。这种矛盾的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Steam 等一众销售平台已经证明，适当的区域定价不仅能够抑制盗版，还能激活低价区的市场潜力。但大多数传统发行商似乎仍未领悟这一简单的道理，烦死了！价格上涨与游戏质量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玩家其实是愿意为好游戏支付全价的，《怪物猎人荒野》、《博德之门3》这种作品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现实却是，大多数全价游戏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品质，它们大部分都很平庸。近些年来，充斥着微交易、半成品状态发售、套路化设计的3A 流水线产品层出不穷。这些游戏在要求更高价格的同时，提供的价值却反而在缩水。这种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正在侵蚀游戏行业最宝贵的资产。当玩家反复经历高价购买、失望收场的循环，整个行业的信誉就会逐渐崩解。更危险的是，这种信任一旦失去，可能需要整整1代人的时间才能重建。游戏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在悄悄变化。就在传统大厂忙于提高游戏价格的时候，一批中小型工作室正在通过合理的定价策略赢得市场。哈迪斯、幻兽帕鲁等作品的爆发式成功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价格可以是竞争优势，而非限制。这些游戏或许没有顶尖的画面技术，但他们以扎实的游戏性、真诚的设计和亲民的价格赢得了玩家的青睐。在全价3A 大作的对比下，这些定价$30到$40的作品显得格外的超值。这种价值洼地效应正在重塑玩家的消费决策。我为什么要花$80买一个可能令人失望的3A 游戏，而不是用同样的价格买2个已经被所有人认同的优质中型游戏呢？市场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而结果可能对那些所谓的游戏大厂并不乐观。价格的上涨还会产生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游戏类型的单一化。
在高风险的定价环境下，发行商会更加倾向于投资稳妥的项目，导致罐头开放世界、年货续作、知名 IP 改编等保守的选择，进一步压制创意新作的生存空间。独立游戏可能被迫提高售价以维持开发，最终失去原有的价格优势。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玩家群体的分化，游戏的一步步涨价正在让游戏从大众化的娱乐变成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品。只有经济宽裕的核心玩家才能够入手全价的首发游戏，其他人则被推向免费游戏昂贵的消费陷阱。这种分化将对游戏文化的健康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害。Later， 游戏产业的未来或许不在于一味的提高价格，而在于重新思考价值创造的方式。黑神话悟空在海外被人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但2000万的销量证明了真正的好游戏，所有人都会为之买单。一些日常，比如说卡普空和史克威尔，通过精心制作的重制版，证明了合理的定价加上诚意十足的内容，同样能够创造商业奇迹。问题的核心始终是价值而非价格，玩家反感的不是多付钱，而是付钱后得到的体验与预期严重不符。如果游戏公司能够建立透明的价值体系，而不是一味的虚假宣传误导玩家，提供与价格匹配的内容，尊重玩家的时间和金钱，那么玩家的价格敏感度自然就会降低。游戏行业现在正站在危险的十字路口，继续无节制的提高价格，或许能在短期内美化财报，但长远来看，无异于是饮鸩止渴。相比之下，探索更灵活的定价策略，开发规模与预算相匹配的游戏，重建玩家与厂商之间的信任纽带，才是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正道。价格的上涨不应该是商家转嫁风险到玩家头上的工具，而应该是在他做出更多更好玩游戏之后的自然结果。在这个选择多元、信息透明的时代，玩家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分辨谁在真诚地创造价值，谁只是在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收取高昂的过路费。游戏行业的未来属于那些对这一点有深刻理解的开发者。牛逼！价格从来都是最敏感的市场信号。当游戏公司决定提高价格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豪赌。他们在赌玩家对游戏的热情能够超越经济上的理性，他们在赌自己产品的实力足以支撑更高的期待，他们在赌整个行业不会因此失去一代玩家。这场赌注的筹码不是别的，正是游戏产业30年来积累的文化地位和玩家的信任。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或许每个行业决策者都应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你们提供的体验真的值得玩家付出这么多吗？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这个数千亿美元的产业最终走向繁荣还是衰退。游戏不仅仅是商品，它更是文化的艺术表达和社交纽带。这种特性决定了游戏行业不能简单的套用其他娱乐产业的定价逻辑。当价格成为阻碍人们接触这种现代艺术形式的门槛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销售业绩，更是游戏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普及性和它的影响力。这或许是所有价格讨论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为深远的一个维度。Anyways， 欢迎收看第六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们也有对游戏涨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